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红马克私人招待所的第2集。好，我们第2集今天邀请的是高胜峰。嗨，大家好，风儿烈高胜峰。那胜峰是我认识的一个很特别的朋友，因为他是个海龟，对海龟的高级知识分子哈。对，那之前接触都是那种上流社会的世界，穿着西装打钢琴啊啪哩啪哩。可是现在他最常接触的都是农田跟土地。很特别的一个生命的转换的过程，所以就今天想请胜峰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样。那依旧就是说造就我们的节目其实就是以聊天为主啦，所以就是说我们没有访纲，没有任何访纲，就是聊天的。OK， 对我记得我们认识其实也10年哦，接近2016吗？2016一起忘记了。对，反正就是有一段时间的，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认识你的时候都穿着西装，对，西装鞋，哇，然后就是一看就是那种都是跟上流社会接触的，那后来第2次见面，我记得是亚太影展之后，那个时候请我们喝咖啡，整个人不一样了，就变得不一样了，开始穿得很淳朴的，但是还是很有型哦。OK， 右胜峰一直都很有型，对，我以前叫他 Roy， 所以有点转不过来。对，他是胜峰哦 Roy， 我是峰 Roy 转不过来。反正就是我觉得，所以从那次2018年之后，我开始知道你开始接触跟土地有关的东西，一开始是香草嘛。对，精油，对，后来慢慢你开始在接触一些小农，然后慢慢发展到后来我们开始正式的合作是和风和日丽这个品牌，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过程。那先聊一聊好了，就是我记得你是日本回来的嘛？对，是什么机缘去日本留学？OK， 好，那当然当时也是因为念算是美工设计科，那在台湾的时候，在台湾，对，那他们有跟日本做合作，等于说我们算是第2届，我们上一届是第1届，我们第2届，所以那时候跟着1、2届。我们一起去日本，其实去京都有去看。那主要的推手其实是你说你在台湾的时候就去过京都，那时候念高中的时候，为了要去看那些学校之前，其实他有先去算是找比较班上成绩前面，但是又比较想要做一些其他事情的。那其实你在高中成绩也算蛮前面的，还 OK。那其实最大的推手不是我，谦虚，不是我要主动去，其实是我妈妈。我妈那时候在我们学校当算是瑜伽老师，就是教老师练瑜伽，其实是教老师，对，不是教学生。对，但我妈妈知道这个消息，所以就帮我报名。对，其实那时候我自己是有打算考国内的大学，对，那也是因缘际会，家人希望说有多一个语言的能力。你高中就是学设计嘛？美工科，那个时候什么复兴美工？台北美工在士林，当时要去北市商啊。对，北市商我记得差个5分吧，对，就到台北，它是直接变升学班，对，我就到升学班，然后就是念普通高中，然后也去学一般美工科的东西。那因为这样，所以你其实是普通高中，应该说我在美工科里面的升学班，所以他念的是普通科的科一，你也要念，你也要学素描、水彩、国画、素描。你其实是美工科啦，可是因为你是升学班，所以普通高中的东西你要读。对，理解。所以我们号称升天班，不是升学班。升天，对，做到升天就对。对啊，就是早上7点要晚上9点回家。OK， 对，所以后来嘞，也因为这个因缘际会，我妈妈希望说，多一个语言的机会。对，那当然我这边就觉得好也不错。所以有人说，你去日本是不是很有目标性的，就是要去？我说没有，其实是阴错阳差。对，也算是。那也是因为这样选科系，选到一个他的日文，当时日文不是很好，他有很多科系让你选，对，你就想要印象系，我想这个可能跟拍照有关系，我选的，没想到它是摄影，它就是影片，对，就是现在我们马哥现在做的事情，对，所以就这样阴错阳差，我想说可以每天拍照，后来发现
每天都要拿 DV 去做。本来以为是简单的按快门，对，没想到哇，对，所以也因为这样就，所以说起来，其实你的本科是拍片哦，对，我其实的毕业大学的对毕业是拍片，对，最后我的毕业的作品是去南投的信义地利，还有就是那些地方拍原住民的影片。那个片还在吗？应该要找一下哦。对，找一下是说网络上还是你没有我自己的对，在那个不知道在哪一台电脑里面。OK， 没有抛之脑后。对，这因缘际会还是要来，所以那时候还自己要画那个嘛，对，分镜表，对，分镜表。所以4年，所以其实你4年都在学拍片其实只有最后2年哦。他的高1、高2是让你都学，对，之后你再开始去学你要主力。对，等于说他的美工科虽然有分很多科系，对，但是大1、大2其实大家都是会有不同的，有主修，但选修会占比较多。你那个时候是哪一间学校？日本京都精华大学。精华大学，对 ，OK， 精华大学它主要都是对，艺术相关的都在那边嘛。对 ，OK， 海西先生。对，就是小林先生，对他有教我不是口碑阿西，对，海西先生，OK， 对 ，OK， 他你在那边读书的时候，你其实没有学拍片以外的东西嘛？你主要都是在学拍片嘛，对不对？其实那时候很传统，对，等于说他的拍片就是拿个 DV 去记录，他有比较实验性，那个时候已经是 DV 了，那有比较实验性的去做一些实验性的作品，对，例如说那时候很荒谬，就是听了一首歌，你就是把它拍 MV 出来，所以你自己想题材，这首歌给你的画面是什么，自己去拍。对，那时候我就叫我朋友半夜去一直踢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工厂外面的铁皮，一直踢，刚好就放的音乐，刚好把色调变成红色，然后现在看就觉得莫名其妙。海西先生是你的最重要的老师，他不是主修，但他是选修的，也是一个选修的老师，对，选修课。所以你刚刚说很讨厌的课是他的课吗？不算，还好，因为海西先生可能会看到。对，因为我那时候去日本，正好有一批老师，他是在做实验性的影像。对，就不要从美国还是哪边来，欧洲来，他的影像就是很抽象，对，我看不太懂。对，还有音效，因为它在里面是音效跟画面嘛，反正声音实验跟影像都有，就很不懂。但是他们应该有教你怎么去看那些东西，对不对？其实我必须老实说，日本的留学经验，它有一部分影响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但是最重要其实是学习之外的打工。工作在哪里打工？那时候一样在京都，只是我当时认识了一个，现在也在设计圈，就是在日本，他是从甜点师傅，那时候去他的店里打工。对，他那时候还只是甜点师傅，到后来我大概大3开始，他开始做花艺。花艺哦，他把东西做在头上啊，把花跟水果跟任何植物性的东西，他都可以把它放在头上。日本人，就是你的打工的地方的那个老板，店长，对他影响很大的是，因为他是同志身份，所以他对于很多东西的视角非常不一样。而且他又不像日本人很拘谨，对，而且他又愿意使用一个留学生在他的店里，对，所以在那个地方我反而吸收到更多元，甚至大开眼界，非常多的事情。对，那因为他同志身份，所以不管来的人事物其实都很新鲜。因为那时候去才刚满17，刚满18，对什么东西都是很好奇。我觉得也正好在那一个时间点学习到什么叫做用不同的视角，比较突破。你是说他经营甜点店的方式？店的方式也是，还有他对于自己的职涯不设限。他是甜点师傅，可是他做很多不是甜点师傅在做的事情。对，比如说头上的花艺。对，他现在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艺术家。真的哦。对，那他甚至也到NHK 采访。对，北欧。对，甚至美国很多的地方他都去参展，甚至表演而且像进击小子堂本刚的一次的封面就是他设计他还做甜点吗？他现在还在做，还在做。他又
他的副业是甜点，对，他现在他主业是艺术家，对，以前的副业是花艺，现在主业是花。OK， 所以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做我都叫他铺桑，对，他叫世田先生，世田龙也，对，其实在要找他，其实可以打花结，结束的结，跟一个 REVL 的花结一，对，就可以找得到他塔卡亚，就是塔卡亚。那他目前算是少数有人把这个职业画成漫画啊，有个漫画就是花结这个的漫画，他画的还是别人画他？哦，哇，所以他其实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对，那他其实算是我在日本留学突破很多框架之外，也看到原来有人可以这样子生活，勇于追求自己的想法。你说你受到他很多很震撼的启发，除了店面跟他的花艺之外，有一些是生活面，是不是？对，因为他是同志嘛，对，所以他不太会去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对，因为有些特别是在日本比较拘谨的环境下，通常不太会让人家就是看到说你的真正的面貌，就大家都给人恭维嘛，哈，对，日本也会就是你也知道日本说话比较礼貌嘛，对，所以除非喝了酒才会比较，对。那他那边说真的，他的朋友都很真实，我觉得你活出真正的自己的价值，其实慢慢的你在日本那环境，你才这几年我们自己回想才发现说，原来这才是人应该要朝着的方向，因为毕竟很多世俗的压力等等，让人家不敢去追求自己要做，他没什么太多的包袱羁绊。所以你留学那4年，其实影响你最大的不是学校，而是那个结衣花结衣，反而是那一个那个大哥。那当然他也介绍很多朋友，对，像我后来又有在打第2份工作，对，也是他的朋友。介绍一个女性朋友，那她就是认识我们，觉得说，留学生工作不好找，所以帮我们做引荐。那我后来才知道，日本人其实不太做这件事情因为不太帮忙介绍。对，因为介绍一旦有什么问题，对，你就有，因为是你介绍，对，所以一旦有问题，他就会理解。对，这个正好这几年发生，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塔卡亚铺上，对，他前阵子帮我说要引荐一个日本人，要做香氛的东西，但因为我时间做调整，临时说不去日本。对，这件事影响我跟他的关系，真的。对，后来有一次我就赔罪，你知道，去年就跟他赔罪，就说不好意思，就因为台湾人可能会觉得没关系，你讲了就改就好了。对，就是调整，但他们他们是守时，你说了就是说了啊，对，你不能。你可以演，但你不能取消所以你那个时候是取消，是这个取消。他们是你说了就说定了，就是不是说double check 什么，然后讲好没有？对，他们说了就说了，会觉得说，你都很认真了，我就很认真的帮你约。那约的那个人又是他算也是不是直接的朋友，对，所以对他很不好意思，他也要对别人不好意思对，所以也因为这个。我才会发现说，其实台湾人有时候做事很随性，这种东西不能在国际上真的不能。所以光这件事情我赔罪，台湾会需要调整一下。对，光赔罪就赔超过半年，已经处理好了吗？这就还在处理中。平现在对他现在不会随便帮我介绍。哎呀，对，我理解。对，但是还是很重要的朋友。对啊 ，OK， 我记得你在日本结束后。后来其实不是只有读书，你后来是在日本生活过，对不对？对，那个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后来毕业之后回台湾有工作吗？还是回台湾马上要去了？毕业回来先当兵，对，当完兵大概经历了2个工作，对，那第2份工作比较久，大概5、6年，在北欧橱窗，那后来就是因为并购嘛，对，那在北欧橱窗那时候也算是开始认识一些设计的东西，对，结束，因为他要被并购，对，所以后来我就去了
那个法兰茨。法兰茨也是很大的公司啊。对，因为那时候我在找，如果是以文创设计，有跨国的品牌有哪一些？那时候法兰茨除了中国自己有很大的总部，包含在景德镇，都有一个路叫做法兰茨路。一条路叫法兰茨路，叫法兰茨站。对，它在那边很大嘛。那美国也有，德国也有，日本也有。对，所以那时候我选择去了日本的法兰茨。所以你北欧橱窗不是后来在台中，是很早就就做过北欧的家具。那台中那个是什么？他并购它是中泰建设公司并购北欧橱窗 ，MOT 并购了北欧橱窗啊，所以那时候我又被你回锅就对了，对，因为当时并购的同事还在，他就请我回去，2年后啦，2年后。北欧橱窗跟法兰茨都是高端的消费产品嘛，对不对？对，它的单价相对都是比较高，所以你在北欧橱窗做了几年？北欧橱窗比较特别，前期第一次的话，对，从门市慢慢做到内部，对，大概5年吧。5年，然后就去法兰茨，法兰茨几年？法兰茨大概2年。2年回来又去北欧橱窗，就去 MOT。等于说当时的北欧橱窗到台中只是其中的一个部门。那 MOT 做几年？MOT 大概做了有4年多。所以你光是在北欧橱窗跟法兰茨加起来就11年。所以你有11年接触了上流社会的。对，其实OK， 这个我们待会再聊。为什么你接触了11年的高端精品会想要回来这边哦？那 OK， 法兰茨这个名字其实听起来很像外国来的，它为什么叫法兰茨？法兰茨其实那个是陈立恒陈总监他的德文的英文。他英文他德文名字叫 Franz。OK， 对，那正好他的名字，对，他是人名。他本身之前在念书的时候有去学德文，对，那德文老师给他取名叫 Franz。对，那正好最后的法兰茨，很像法兰茨，正好做瓷器，所以就对，因为他的前身是做早期的那种圣诞节的陶瓷娃娃，对，所以代工久了，他想要做品牌，那他自己很喜欢像德国的 Meissen， 对，英国的一些陶瓷品牌，对，像什么微居物啦，甚至有一个品牌我忘记，他专门做很精致的瓷器娃娃，对，他觉得台湾要做文创，要有自己的发想，对，所以他做了很特殊的3D 套模，就是一种技术，用3D 的方式去让它的陶艺可以有立体性的东西。你是说他在设计端，还是说制造端？他在设计跟制造，他先设计出来，对，那怎么去克服制造？所以他在制造这一端的技术，等于说，你想要一个杯子有只蝴蝶，对，通常都是2个分开做再粘起来，它是直接一体就可以做出有蝴蝶的杯子。这是他的技术专利吗？对，算是。就是它这种就是可能要用3D 列印的东西，可是它可以用陶瓷的方式去达成。对。那我现在有个问题，它总部为什么在景德镇，而不是在水里蛇窑之类的？应该说当时它是台湾发迹，对。但因为全世界陶瓷，应该说陶瓷最有名的地方在景德镇，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那边的土的原料非常的好。那再加上那时候其实台湾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好，他就去那边投资，所以当时他在景德镇确实有一部分应该也是双向有这样子的一个地利之便，包含可能中国这边释出一些善意，对，善意这样子。所以在那个阶段他就发展去那边，对，重心就在那边了。是马政府时代开始，08年开始，对，其实更早啦，更早。慢慢的，我觉得法兰茨虽然现在是比较少联系，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还是有一些经典的东西，只是很可惜这中间的一些状况没有办法衔接到比较民生性的产品去做开发，所以它比较偏向艺术属性。对，像台湾很有名的做那个琉璃工坊、流源啊，玻璃的琉璃工坊，对，他们都是比较朝艺术性的，对，艺术性的，就是高端收藏品。对啊，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会因为法兰茨去日本？你负责什么？当时其实从北欧橱窗要被并购前，我就先离开，对，因为我自己在思考的是你怎么去转换
一个所谓品牌的经营，甚至是到比较内部核心。因为在北欧橱窗，从门市到店长到 PM， 其实你能接触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代理经销，你很少是开创型的。对，因为他就是总部不在台湾嘛，对嘛，他就代理别人东西，自己没有做，所以我必须要了解一个公司自己拥有生产技术，怎么去扩大。所以那时候觉得，法兰茨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也去了他们在民生东路，台北民生东路那边的总部，看了他们设计师总共20位。20位里面有20位设计师，有5位是雕塑，立体雕塑，直接雕塑，还有10几位是做平面，也有在做类似那种电脑绘图，整个3D 的东西，所以它整个的系统很完整，而且当时的定位也是走比较高端，所以我也在思考，设计的东西怎么样去做比较有价值的发挥，而不是单纯的文创的产品，只是做钥匙圈、做笔筒等等。对，那也因为北欧橱窗的经验，你知道说生活类的东西怎么去拉高它的产值，对，甚至是找出一个经典。那个时候北欧橱窗就卖椅子，还是说那时候是以北欧设计的生活用品，椅子、家具类大型的反而少，反而少，大部分都是像杯子、花器。对，甚至是一些文具类的东西，偏小件，高级版的 IKEA， 可以这么说，因为它品牌很多对，反而是后来法兰茨结束到 MOT 台中，才开始转换成大型沙发、桌子、椅子。原本它是生活用品对，高级生活用品，对，但是到了 MOT， 你说高级就是北欧人在用，北欧人在用，运来台湾就高级。对，那所以你在北欧橱窗的时候还没并购前，它还不太算是太上流社会的东西。其实也应该说，当时台湾比较少有民生性的设计用品。那时候 IKEA 可能引进，但是单价还没有到很高。大家可能如果你要用一个比较有型的杯子，或者是一般。我觉得它正好生活工厂，生活工厂，那都中国字的嘛。当然，可能大家会觉得，德国或英国，可没听过北欧。对，正好那个时候的创办人在北欧航空这边看到他的行路，其实非常多精美的的一些生活用品。那这些单价你说高呢？对，它其实也还好，只是你把它时间拉长，你就觉得不贵了。例如说一个杯子好了，可能买一个杯子，大家会觉得买个600块的杯子，对，很夸张。但是它如果可以让你用到10年、20年，又30-40年，你觉得其实不贵。对。那像我自己人生第一张设计，我已经用到，其实已经快20年，它还是没坏，甚至我要转手，它依然价格不会很差。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看个人的价值观。那张椅子就是你在北欧橱窗那个时候买的？对，那时候在买的。多少钱？当时买。它的定价3万，那时候我买有员工折扣，大概打7折吧。OK， 对，所以也是定价不低的椅子，就打完了2万多块。到现在你要转手，没有转手。现在你看它的价格，大概一张最便宜大概也差不多3万5。OK， 对，其实就涨价一点点，对，差不多。OK，你后来去法兰茨是负责去日本。对，是负责什么？算是统筹整个日本上的整体管理。它有3间门市。那时候在东京，我去的时候3间，后来收掉1间，剩2间，对，都在东京。对，主要统筹这样。统筹的意思就是说，你类似一个区店长、区经理的意思。也算是整个管理了啦，对，只是因为当时比较年轻，30岁去，因为正好想说人生要做一些转换，就刚刚讲了，想要从代理转换到生产型的公司，那你怎么去突破？所以那时候30岁就到日本转换做这件事，做整体的管理，等于是台湾这边的接洽到日本的通路的拓展。所以你其实没有接触到研发嘛？那个时候研发相对没有到那么多对，所以有点可惜。你其实比较想参与的是研发嘛？对。但是你是负责一个有研发能力的公司的业务销售，销售，因为他们看准了
觉得我比较会卖。对对，就是长得帅，怎么卖都好，也不算，就是比较敢讲，比较敢讲。对，的确，我觉得很多东西到了你转述的时候，都变得特别有吸引力。对，就是对怎么去让大家觉得这东西真的没败，然后可以入手。也不对的。对，所以我听说你在日本那段时间，其实生活面其实很苦，对不对？你可以描述一下那段时间。正好那个后来为什么要回来？是因为太苦吗？还是对，因为正好30岁那一年，职涯上的转换，正好那一年我也结婚。对，你是去之前结婚？对，就同一年这样。对，去那一年正好结婚的年尾，老大出生。然后我把他带去日本。你结婚前就知道你会去那边？对。所以你就在出发前先完成结婚，然后老大出生，然后一起过去。对，等于说我在那边没多久，2个月后我小孩出生。他是在日本出生？没有，在台湾出生只是2个月后，应该这么说，出生完，应该说我去那边半年后，我先在那边我自己先单身赴任，对，日本去找房子先住，刚好半年后我小孩出生，对。就带去，哇，对，所以等于是怡静，就你太太，她是刚生产完，对，然后她生完坐完月应该是2个月后，就带小孩，哇，对，所以那个时候，对，就是你念书，当时在京都念书的身份，跟你要工作，而且又是一个家庭，而且你又是新手爸爸。对，那时候你很多东西就是跟你想象的会不太一样。那时候状况怎么样？应该说它是台湾公司，对，不是日本公司，所以相关福利没有那么好。所以光你一开始的合作，你就没有想得很透彻就是合作关系、合约等等。它没有一个什么外国家庭，很少。对，所以这一块我就没有想清楚。对，那当然我自己是觉得。很天真，觉得有机会我就去。对，没想到你想到的是你还有一个就是家庭要肩负。那我觉得所幸是另外一半，他不觉得辛苦，因为他自己有学一些日文，所以到那边落地，日常的一些绘画不用我担心。他的日语不错，他 OK， 他外文系，还是他日语比你好？他日语还可以。OK， 对，他敢讲。对，所以变成是看医生、买东西、洗衣服，甚至去讨价还价，他都还可以。真的。对，所以他自己就那 OK， 生完小孩带去，然后就适应了。对，他算是在这一块，我觉得还蛮能适应，就骑着脚踏车，前面背着小孩，这么强。哇，对。OK， 真的。所以他反而没有适应问题。毕竟钱是我这边要赚，只是他必须要克服的是他不太会煮饭所以一开始他去的前2个月，对，是我上完班回来还要煮饭OK， 对，他后来看不过去，有对，到时候他自己看这个影片，他会觉得对，他会觉得太辛苦了。我要剪掉吗？这一段不用，OK， 他知道，没关系，就对了 ，OK。当然，后来不会出事啊，不会破坏婚姻关系，不会，对 ，OK， 对，所以一开始确实他开始学着煮饭的时候，我吃了大概1个多月的炒饭，对，赶快呢，对，还有一次我印象很深，他给我很努力在学炒饭，对，他很努力，就是要给我补东西，所以他做了一个从台湾带过去的药膳汤、药膳包嘛，不是药炖排骨吗？对。日本不好买那种小的骨头吧，这我不知道，他就可能买不到，他就买了1根超长肋骨，直接没劈的那一种，你就看一碗汤插超多根那个骨头，你就说哇，这个暗黑料理，对我还是吃了啦，也不是 OK， 就哇那骨头超长的，又没什么肉，爱，所以你吃了，对，也是有经过这一个对，那但现在就是他还是很认真学习，对，所以他去的时候。听起来好像在那边，我记得之前你有聊到的时候，在日本，那段是很苦。可是刚刚听起来好像他不会苦中作乐嘛，他的部分好像还蛮有趣的。有啦，其实因为钱赚的，我必须说，如果自己去还好，那你要
3个人对加小孩子，其实确实比较没有办法有这么多余裕的，就是那个时候的收入要负担一个家庭是有难度的。对，我觉得算辛苦的。对，所以我们班是住东京都外，靠近横滨了，神奈川的横滨了。对，所以那边相对就像新北跟台北这样。对。那个时候生活有没有什么苦中作乐有趣的事情？我记得你有聊到，好像已经会去跟市场或是应该有要一些对，有一个对你讲到那个肉店嘛，对肉店，然后要一些对那时候，因为附近日本船厂都有卖类似那种台湾的那种猪肉摊啊，对，他们主要是卖牛肉，猪肉也有不多。那有一次我们就说，我们想要吃一些比较传统的，对，就是跟他买猪脚。他们不吃猪脚，他们没有猪脚这种东西他没有猪脚，对，所以他很惊讶，他说我肉店开了快30年，第一次有客人说要买猪脚，就是整只的很 real 的猪的脚，对，所以我们就跟他下欧的，他就很惊讶，因为算已经有一定的通常那个丢掉，对不对？这样不太吃。有啦，他们可能横滨那边有中华街，可能有些要特别的去驻文才有。OK， 对，我们就跟他要了2只猪脚，还有猪耳朵。对，刚好后来我们拿到的时候，生平第一次看到处理这么干净的猪脚。什么意思？他把毛全都弄得超干净，就是洁白如霞的 real 的猪脚。对，哇，对，可是很尴尬的是，因为猪脚很硬，对，没有讲，对，所以要切家里没办法切，所以卤完之后家里就一只猪猪脚出现在锅子，很大很 real， 对，我们就直接2个这样一直咬，就不是人家轮切嘛，它是很大只，真的，它是一整只，继那个药膳排骨之后 real 的猪脚，对，是不好卤，那也是宜静特别去问的，对，哇，他很厉害，他其实感觉上他好像很容易适应环境，应该说他蛮喜欢日本的文化，很喜欢讲日文胜过英文。这样，对，那后来什么情况下回来了？其实也是那边待了，就像我刚刚讲的，毕竟你的薪资条件，我觉得没有办法，让我们就是在因为他那边电费、水费超贵还有瓦斯费啊什么那个费用，所以他都是分开计算。这是我觉得台湾真的很幸福。对，到冬天到零下，我们还舍不得开太多的电。对，那有时候你就是半夜起来，他又要喂奶，我们要点类似暖炉之类的，不可能给他开整晚，所以他必须要重新点或什么之类的。所以那个半夜起来是那种寒风刺骨，光看那是负的，对，就觉得就没办法说让你身边的另一半比较舒服。对，再加上有一次他冬天下雪，为了赶，就像蜡笔小新的妈妈去赶8点半去抢那个特卖的东西，半夜刚好又下雨又累残啊，变成说他又受伤，就是晚上8点半。就是靠近傍晚嘛，所以就觉得哇，这么晚又要下雪，又要背个小孩，又要去冲去买东西。因为那时候我加班，所以就变成说这一块，你会觉得在生活的条件上你没办法达到预期，对，所以就变成说自己就会思考说你在日本的原因是什么？对，为什么要在日本？对，是为了体验日本生活呢，还是说你要有新的发展？对，正好那时候我朋友他也算是在北欧橱窗卖掉之后到中泰合并，他在那边发展的还不错。那因为整个企业要做扩展，对，所以缺了一个实体的主管，对，所以他就来了几次。那我就隔年去日本找你，对，他就来日本找我。那2年正好在日本2年左右，我自己也因为刚刚那些条件的思考过后，就去直接对当时 MOD 的老板，就直接飞回去做面试。对啊，对，所以你回来其实是 MOD 这边已经确定，你是直接回来就任的。对，我直接从日本把东西搬到台中。啊，对，那时候我主要是在台北嘛，那因为整个东西都搬到日本，对，再又从整个日本又搬到台中，全部搬到台中，对，所以我们认识的时候，其实你刚从日本回来。那时候应该已经接近1年了吧？哦 ，OK，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也看到第一眼，哇，这个男人好帅啊！有在1年，很有型的一个帅哥。对，那个时候就是骗吃骗喝这样。可是后来你离开
所以你到了，我记得你到了 MOD 那个时候卖的都是高端家具嘛。MOT 比较特别，因为它的背景是建设公司，对，中泰建设公司。那现在在台中也有推案了。那当时他们的目的就是一条龙卖你房子，那他们下面有设计公司，对，设计公司帮你之后再配他们的家具，一条龙扒3层皮啊，一层、2层、3层，对，买房子、装潢、买家具这样，对。那个时候他的家具最贵有什么？你印象中的？就在1楼啊，你看得到 Armani 嘛，跟那个 Bottega， 它的那个编织的家具，当然贵有很贵的啊。以单椅或者是沙发，如果单价最高的，我记得它的那个 Bottega 的沙发编织沙发，它2人座大概接近200。2人座沙发，因为它的皮是头层皮，而且又是最稀有的。真的有人买？有一个做8大的，哇！因为他是拿现金来买啊，对，要手烧起那种。你那个2年时间，所以你应该说这11年你的职涯生涯接触到最高端的客人，大概就那2年的。对，就是在 MOT 你接触到的算是比较多企业主。对，像台湾做建设公司本来就会有嘛，对，他们本身就是整个行业的 top， 对，建设公司的老板，对，像台中的龙宝啊、联聚啊，对，什么那些大的，还有就是像做传产的，对，像做轮胎的正大吧，还是什么轮胎，对，还有做刚刚讲8大，他做这种特殊，对，哇，那他们光我听他们说，一个厨房的面板、门板就10万，一个门10万，对，对，对，还有就是他们开车来买，对，车几乎都你知道那些玛莎拉蒂啊、法拉利啦那些，对，所以你在那时候你会看到原来有钱人的世界跟一般人是落差非常大。你在那2年有看过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的那种行为吗？就让你有，就是我说那个做8大的，他就是有保镖，男的女的？你说老板吗？做8大他是老板，男生是老板，那他的保镖算助理啦。对，总是拿的一个就是手提箱，里面都装现钞。所以反正他来找你们，随时都有个保镖。而且你也知道，那时候我们进门，我们有卖那个 Armani 的巧克力。对，他就是一整个看到我们的 Armani 巧克力，他也不想说买，他直接进手就是要抓。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是老大啊，他觉得你就是要给他君王般的那个，所以他到那个店就直接说我要吃这个，手就要伸进去抓。但是其实是你们弄给他，对，但是他直接就抓，他就想要直接用手抓。他觉得反正多少钱我都可以负担得起，没有差这样。对 ，OK， 就是有钱，但就是那种暴发户的概念。是啊，对。那他那时候我说他买那个沙发嘛，他就是半夜，也不算半夜，就是我们关门前的半小时，决定完他就请他的助理拿了一叠现金，大概300万吧。现场他就要买，他现场就是要点。就是现场，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这样有优惠，这个是档期买你才有这样优惠。他不刷，他直接拿现金，就300万，然后我们还去跟人家借点钞机。对，就一套沙发打烊前，然后现场就运走了。对啊，没有，他就现场下先买了，就先订这样子。对。所以你那2年接触那么多上流社会，我比较好奇的是，你怎么没有继续往上流社会走？为什么你离开了？其实你看多了，你会发现他们的背景不一样，有的是白手起家，对，那有的是承接，可能是二代，对，或者是他就是一夜暴富，或是特殊行业暴富，对。那你会发现，每一个人花钱的价值不一样，对。那你自己会不会认同？对，你会不会想要成为那样的人？当然那时候我负责是24个同事，下面有4个主管，对。那我其实那时候也面临了一些状况，当然我遇到的消费者其实有的有钱人很好，对，有些人就是很你知道不同个性，但是
自己的职业的规划，除了看了这一群人之外，我在管理的同时，也发现了管理的一些盲点。对，因为我是从台北到台中，对，那下面的人要管，你怎么去虽然在日本算是对他们差不多也是这样子的24个同事的同时，怎么去让他们有规模性的去在一个新的地方有类似那种公司企业管理的形象去管他们。对，我算没有太多的经验，虽然在日本有这样的经验，但是真的要管到这么多还没有，所以我自己也会去理解这个冲突点。也在这个冲突点，你会发现这些有钱人不一定要我来服务啊，什么意思？有点锦上添花。虽然说他很看我的态度，但是真正他要买的是产品。对，谁卖他其实都没差，甚至是能给他最好的价格，他就跟谁买。对，我们顶多只是一些中间润滑，你们只是这个庞大的交易行为里面的其中一个螺丝钉。对，没有你没有差这样，不会差太多。对，OK。但因为那个，我觉得作业整个大的企业，其实你要能够更突出的去表现，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对，我觉得正好那时候。对，这2本书的出现，我觉得蛮重点。就你刚好看在台中，对，一个是这个时间线石批，它是日本石通信。对，这个人那时候在3.11日本大地震，他写了在东北怎么去跟产地做连结，那也会跟这个有议题上的关系，是因为在台中当时遇到了树和苑的创办人陈孟凯大哥，那时候去合浦农学市集，只是单纯的去买菜。想说，哎呦，很新鲜哦，小农市直接去看一下。然后遇到这个大哥创办人，跟他聊，慢慢聊出一些他自己的人生的转换，跟怎么接触到土地这一块，我觉得很有趣。对，就接触久了，慢慢的会发现说，哦，原来人对在地要有一些连接。对，再加上那时候我的第2个小孩也陆续出来，对我想要给他们一些比较好的食物。所以接触了生产者，也在那个转捩点，你的现实看到的事情，跟你内在想要做一些调整，有一个很好的契机。我其实比较好奇，是很多人接触到上游的时候，他要是会更想要往那边走，哇，我要赚更多的钱，然后反正你要好的食物，我赚更多钱就可以买到了。为什么你会选择离开？我觉得那个一念之间的。为什么你没有选择我要挤进那个圈子，是你要离开？其实刚刚也有提到，就是我看到这些有钱人有分很多种类。对，我会思考我要不要变得跟他们一样。就是要不要变有钱这件事情，其实可以，只是有钱的方式，因为你只要一直卖，你业绩好，你可能就有机会再往上爬。当然，我觉得这个生活家居产业，你毕竟。它能够成长的范围有限。对，一方面你不是自己创业嘛，你是在这个行业。那这个行业说直白的，你要到更顶端，你必须在我们这间公司那时候的那间公司，你要进入建设公司。对。那建设公司不是我的专业，再加上我觉得我刚刚提到，在这个贩售的情况下，你的初衷。你只是一直在做销售，你没办法创造就像我刚刚讲，为什么去法兰茨想要去了解它的生产，发现不是，刚好来到 MOT 台中的工作，也都只是贩售，对，没办法接受到创造这件事情，就是你没有产生，你没有创作出一些什么东西，你只是经手，没错，你只是把一个东西卖到另外一个东西，所以你希望你有创造性行为，对，理解，没错，所以后来你就去。一个精油公司，对，那时候正好遇到这个问题，我自己人生上要做一些调整，就北欧橱窗的创办人，对，正好是转换自己的身份，他变成天使投资人，对，他投资了一间，就是你刚刚提到那间精油公司。福同源嘛，对，福同源。对，那你说它是不是精油公司？当然，精油是它的产品之一啊，对，清洁类的，就是用香草去转换。也是因为那个契机，当时我就想说，有创造性的公司，又可以接近土地，对，就觉得这个又是台湾的一间新创公司，所以好，我就投入，对。
那后来你搬去台北嘛？对，那时候又从台中又搬回台北。我记得你那个时候，在台北住的地方好像出了一些问题。其实我想要了解是你为什么离开金融公司，而且你为什么一搬走就搬来云林，搬来一个这么离都市这么遥远的地方？对，其实刚刚那间新创公司，当然也让我自己接触到很多土地的一些人啊，甚至是喜欢这样子的客群。那我觉得那时候你自己也会在思考，在这间新创公司，当然这中间有出现一些情况，就可能内部的一些情况，你自己经营上面的问题，经营上的问题。那再加上我们自己本身不是创办，我们虽然是投资，也是有加入公司的一些你本身有一部分的股份嘛，有股份，但是我们发现能够做的还是有限。对，再加上当时我们看到这间公司它所进行的一些事业的方向，不是我真正想要做的。但我觉得跟你的初衷不太一样。对，就每个人有不同的对企业的想象。对，也因为这样才想说要不要转换。正好树和苑的孟海大哥，他那时候MOT 的认识的时候认识的。其实中间一直都有在跟他联系。对，当然这中间我觉得也算是比较深刻了解到生产者的面貌，对，跟消费者怎么去连接。对，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开始慢慢转换到要不要自己去做一些不同的东西。正好云林有这样的一个时机点，再加上我想要让我小朋友，因为第三只那时候也出生了，我想要让他有一个比较全新的环境。那时候云林正好有华德福的教育体制，华德福学校。对，也因为这样，它又是公立的。对，好，那也因为这两个原因，教育问题跟我想要接触比较在地，在疫情发生那时候之前，决定搬下来的时候就爆发疫情啊。对，同时还是一来就发生，一来之后马上就爆发。等于你来云林，我记得是2020年，你来的时候刚好被困在云林，就是台北整个封锁，直接来云林隔离就对了。对，就是来云林。那云林其实没什么隔离，云林都没什么人，不太需要戴口罩。隔离。对。我记得你有跟我聊到，就是说你在台北那段时间，其实你本身的状态其实在一个非常不好的情况。对。所以其实你是那个可以描述一下那个情况吗？就为什么让你想要离开那个地方？对，那时候新创公司嘛，福同源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记得你跟你的小孩发生一些冲突。等于说，其实你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对。那你也没什么时间去照顾他们。对。再加上新创公司的压力其实是非常紧绷的，因为他在刚新创，你一定要卖命。对，那正好那个创办人他本身也是属于那种不按牌理出牌。对，反正他也讲过很经典，你要么离婚，要么离职嘛。OK。对，也因为在那间公司，他对你说的，他对所有的同事都这样。你要么就离婚，要么就离职。你能选择我，或者你要选择我，就不能选择你伴侣。对。反正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就像我刚刚之前提到，他就是惯性农法嘛，可以给你很多的肥料，但相对也给你很多的毒药。毒药就是他给你大压力，但可以给你很好的 pay， 甚至是 bonus。对，那因为这样子，我们自己在思考。那我也在那个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我能卖的这个的能力丧失了，丧失了业务能力，因为你在这么高压的环境，再加上他对所有员工的那个态度，对，所以会让里面同事的整个精神压力也好，甚至是你会觉得你又回想到你在家庭这一面，你又没办法顾好，所以你会产生很大的矛盾。对，所以那时候我的播出有没有需要把这间企业的名字逼掉？可就是可逼可不逼。对，前面已经讲到了，可逼不逼。所以也因为这样，我觉得其实应该说每个公司有它的他想要做的方向。对，所以我自己也思考说，这样的模式适不适合我跟我的家庭？对，所以我自己去取决。虽然说这中间去看了医生嘛，心理科也去了解。他说，你如果想要继续做，你就会成为你现在工作的老板的样子。理解。如果你不要，你就离开。对，我记得你提到有一次你压力大到小孩子，你把他
倒掉下来。对。对，那时候情绪控制没办法控制，你就把它抓起来打这样子，你就看他屁股那样飞，这样飞，就是还小只的小孩。对他那时候 ，OK， 对，就是都让我们杜绝暴力的。对，那个，所以他要去看身心科，这是不对的。对，所以你就是，我记得你说就是那个行为你自己都吓到，所以就觉得哇，怎么会这样？所以赶快离开，毅然而然决定要离开。对，没错。我其实本来想要聊一下风和日丽，不过我觉得我们分上下集，我们只要10分钟，我们的 ending 会留在风和日丽。我们现在聊聊你来到云林这边哈，为什么你想要来华德福的系统？它的教育跟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认为你做的很多选择，其他互相之间的理念都相通了。对，你选择现在做的事情，你小孩子搬来华德福，还有你选择在云林这个地方，我听你聊过之后，其实这所有事情你的初衷跟他的精神是贯通的。为什么会选择华德福系统？其实一开始在台中是最早知道华德福，可是那时候不是很理解。当然来的时候，你要进去，他必须要先面试，小孩面试，大人要面试，那才真正的去理解说人治学。你进华德福，大人要面试，当然家长要面试，OK， 为什么他们想要选择什么样的家长？因为我觉得华德福的教育它是三方面：学校、家长跟学生本身。你不可能缺一个，所以你必须要有3个一起去理解这样子的一个理念，你才有办法支撑这样子的。就他要确保你的家长是能够理解我们学校的那个理念。没错，所以才会导致说 OK， 我们要了解华德福在做什么。对，那这个的理念你也必须带入到生活里面，不是只是单纯说在学校用这样的模式学，回家就变了。华德福的教育，大概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他的理念是什么？其实华德福就目前他是在德国、奥地利这边的一个算是一个学者，我现在临时突然忘了某个学者，对，非常著名的学者，对，他创造了人治学这样子一个理念。其实人治学，人治的治是智慧的智，智慧的智，对，学习的学，人治学。他用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其实衍生出了教育，叫华德福。他有衍生出了农法，叫做 BD 农法。还有舞蹈叫做优律诗美。他其实用一个理念去创造出了很多不同的一个具体的东西，这样。那我也是这边慢慢的去理解，说你人跟土地跟所谓自然其实不能分开的。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以前小时候爸妈都有乡下，等于说他们在乡下长大，过年我都会回去。我也希望说让小孩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点，对，去接触自然。那因为很多的初始其实都是从自然土地开始，包含我们现在所吃的东西。对，那云林很正巧，它有华德福公立的华德福，再加上它又是农业首都，对，所以我们正好这个机会来到这个地方，去顺应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也因为进入华德福，反而收获最多是大人。怎么说？你小孩去华德福之后，你最大的收获？当然不再打小孩，没有了，就变回归到找到自己的一个是自己真正舒适的一个方式。等于说，华德福追求它就是身心要平衡。对，那你做的东西，它其实是一种每个阶段它都会有逐步需要被养成的一个身心。例如说，小朋友到1到3年级，他们要借由爬，去促进他们对于身体五感的一个认识你的身体，对，认识身体，甚至是你在爬的过程中，你的过程不会就是耐挫力会增强啊。你说爬是到处爬来爬去的，就刺激你的全身啊。OK， 地上爬也好，甚至像我老大就有常爬，所以相对的情绪控制上他可以分辨。那第二只就直接就是越过爬就直接站着走。你说的是小孩成长过程，对，小孩成长过程啊？为什么他可以越过爬？就等于说他就是从坐，他看哥哥走路。他就会想要从坐的时候越过，就没有爬的过程，他直接就想要站着走，就沿着墙壁开始走。
哦，这样子哦。对，其实有些小孩会这样，像我第3只都还是有爬，所以他缺乏了刺激，就是膝盖。甚至下半身的刺激，所以他在整个的过程他会缺乏一些事情，所以人智学他会去剖析每个小孩从每差不多7年1到就是一个7岁，它是一个过渡，你怎么去依照过渡的方式去学习该学的，包含乐器，他必须要学习有擦弦，二胡跟小提琴，藉由擦弦的这个动作去从错误学习到正确。这个是什么意思？等于说，为什么他要去学习擦弦？因为擦弦很容易失误嘛。对，像一般的钢琴，它很精准，它就精准，你就按这个就能音。对，甚至是你弹吉他，它就是一个一个就能音。但是你在擦弦中，它是会依照你的，因为它没有刻度，对，所以你要听，而且借由擦的角度，声音也不一样。所以老大是学二胡，对，现在第2只是学小提琴啊。对，他们借由这个擦这个弦的动作去学习听跟错误怎么去到正确调整，对，就等于他透过各种方式让你去观察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的物理的那一面，然后甚至他们要从采集到农耕到建筑，接触土地，对，他们必须去认识自己的身体，怎么去跟人家合作，而且他们是跨年龄去下课是跨年龄去玩的，对，而且他们不换班，从小1到小6同一班，对，老师也是。我记得你有提到他们不鼓励让小孩子从小去阅读，对不对？原因是什么？其实我后来自己也慢慢去思考，应该说他们想要让小孩拥有更多的想象力的空间，不要被限制。对，例如说，我之前应该问过你，白雪公主长什么样子？大家马上迪士尼的白雪公主就是黄色、红色跟蓝色，然后头发这样绑，对，白皮肤。难道黑人不能当白雪公主吗？对，就像小美人鱼弄一个黑皮肤的，大家就反弹。就像最近的美国队长，对，变成是黑皮肤黑人，对，其实就变成说，他不想要让小孩这么快就先入为主，就是被社会既定的观念限制住，甚至他常也就理解，就是你玩玩具是被玩具玩，还是你在玩玩具啊？例如说，好遥控汽车，对，或是即便是乐高，好，对，你应该是要给他零散的，而不是说我就是一个盒子外面就是已经现成组好的城堡了，猫咪或者是什么东西，是这样，大家组起来都一模一样，对啊，不好玩。他想要提供小孩最原始的创造力，对，而不是说他去模仿，对，然后去达到一个既有的东西。没错，其实华德福讲求，其实跟我们现在的农法，对，像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很像，等于说在突破框架的同时，你去维持你的好奇，对，跟怎么样用不同的视角去看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必须是在未来很重要的能力。所以小朋友，我希望他们能够在不被局限的情况下去发挥自己想象，对，甚至是为什么不看电视？就像电视都是做好的成果，对，而且你在看的同时是不用脑的，你只是视觉去浏览刺激，对，所以家里来的时候所以就不可能看抖音了，更严重，对，几乎都很少了，几乎没有，对，但现在毕竟有时候去阿公阿嬷家，一定会。没办法，反而是阿公阿嬷在，对，他会觉得为什么你不让他打电动，你不让他看视频，怎么可能没办法衔接之后的那个？很多家庭都遇到这个问题。OK， 我最后请问一下，你希望让小孩子，在这个童年，培养什么样的能力，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希望在你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选择下，我认为应该说，在他们能够保有一定的好奇。对，而且不被局限的环境下，能够找到自己的擅长，做出我觉得能够有一些新的影响力的事情，这样其实就够了。我感觉上，我在上次有听你在描述这个他们的教育方式啊，我感觉上他是很鼓励小孩子透过他最纯粹的观察去创造东西，对，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你希望以创造去取代直接的，当然使用，等于说，可以用他们的视角，甚至是用他们的一些从大自然这边截取的很多的经验，去创造现在所不被拘束的一些事情，包含他的
创作，不管它是绘画、雕塑或什么，对，包含我第2支，他很喜欢折纸，对，到后来就是干脆就是用捏的折纸，然后变成捏啊，对，等于说纸用折的嘛，到后来他可以直接用捏啊，捏出一种形状。因为其实日本，我后来去日本去买一些书，到后来这些所谓的折纸大师，几乎也都是用捏的，对，不是真的只有折啦。对，当然你可以从这中间找出一些对称性或者是规矩，但是你的前期能够不被框架，对，你能够更有发想性的去做。例如说，好饼干好，难道它就真的只能那样的方式做吗？对，难道什么东西是叫做真正的饼干？那我们自己现在在做的事情，我希望能够有一些引导。他看到我在做这些事情，这些接触农业，甚至用不同的方式，同时他也可以验证在他学习的过程中，是不是能够用这样的模式。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的生活跟家庭，对，有时候其实你怎么抓到一个平衡？对，小朋友华德福，你还是必须要有一定的模式，但对我而言可能会有点辛苦，因为要早起早睡，但最重点的是他们很爱去上学，他们很爱上学，连我要请假带他们去，他们都不行，他们要去上学，他们要上学，对，还有就是很早起，根本不用叫，对，反而都是我最晚起的。我感觉上，你的教育啊，或是你人生的选择，都是需要从既有的销售或是消费，跨足到创作或是创造。那我感觉上这个跟你为什么创业其实也是有关系，因为我其实我会对食农教育或是自然农法有认识，第一关是因为拍了三星国小的影片 ，OK， 但是我后来会真正深入去有更多的认知，是因为认识了你，OK，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第2集啊，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聊，因为我认为就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创作者其实就是我们的土地，他可以创作出无数的可能性。那其实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跟土地和平相处，然后去认识这个土地，其实有助于我们去创作出更多更有影响力、更纯粹的东西。这样好啊，这感谢我们今天的。我生命中少数的几个认识的帅哥。OK， 对，其他是型男，但是他是帅哥。感谢。对，就是今天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就期待第2集。OK， 我们深入来聊聊风和日丽。好的，这个品牌，因为我也小弟也参与了一部分然后我觉得是。有很多故事，我觉得很值得分享。为什么选择这个名字？然后为什么你们在做一些什么？没错。那你们的目标是什么？对台湾，你们想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力？我觉得都很值得聊。好，感谢盛峰，谢谢。今天在这边很高兴度过一个晚上的时光，我们就下次见。OK， 拜拜。OK， 好。